师傅，哎，车怎么了？哎，没事，出点小毛病。要不要我帮帮你？哎，正好，帮我拿一下这个扳手。好，在这儿。别动。我一起帮。好。小黄，什么情况？不许动！别动！放下枪！这里，防副司令好。咱们又见面了。德拉米尼，男，65岁，是这次全球生化讹诈的策划者。退休前是某国军工航天公司的总工程师，狂热的战争分子。昨天被捕。据他交代，其秘密基地的发射装置是某国刚刚淘汰的换代产品，但仍属世界前进行业，已经加密，输入了不可逆的发射程序。生化讹诈。这个德拉米尼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。他认为，导弹依靠特制的弱地磁感应器飞行，在庞大的地球磁场中，它会寻找到飞行区域中磁场最热的空间，并沿着弱磁力线进行飞行，一直飞到燃料耗尽，启动战斗部对地面进行打击。他们的概念是，导弹最后飞向哪儿，是上帝决定。国际刑警组织已将德拉米尼此举列为一次覆盖全球的恐怖袭击，并已通报各国。接到通报，我国迅速启动应局压。秘密基地及其发射装置已在我火箭军的密切监控之下，随时启动合理和必要的应对方案。德拉米尼是要通过宣扬自己的教义，对人类利用科学粗暴干涉大自然进化做出抗议。因为已经输入了不可逆的发射程序，所以即使我们关掉发射装置，导弹依然会自动引爆。而且根据德拉米尼交代，导弹最后自动发射时间已经设定在12个小时以后。同志们，我们原以为这是一次生化讹诈，但没想到是一次带有泄愤性质的恐怖袭击。德拉米尼和他的背后组织甚至不需要用任何代价作为置换条件。我们中国军队在这个时候要站出来，有责任、有实力解决这次危害全球的恐怖袭击。各单位迅速制定作战方案，会总支联合指挥所，我们一定要打赢这一仗。是。毒气预警，全员集中站位。毒气预警，拿防化服。是。宝宝，是不是要打仗了？什么？听不见。别开，别开，危险！要打仗了！干什么？啊！赶紧站好了，你赶紧的！
啊，快跑吧！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！你穿好了你就赶紧站过来。啊，哎，你把这弄紧了。集合！弟子们，往后做什么？往前站！什么情况？30秒之前，秘密基地发射1枚导弹。不可能这么快呀，它又不是光速。启动防身无碍措施。攻击地点算出来没有？跟德拉米尼说的一样，我们根本算不了位置。在这儿，导弹一直在背景。我们现在掌握的数据应该是在强地市场流域的方向。基地信号检测到途径，关闭进行装置。来了，带着。是。怎么回事，老王？云南1号风口发现毒气行动，一共有4个狙击口，都经过伪装。如果不是自己人，很难发现具体位置啊。老王啊！怎么4个进气装置都在报警啊？云南，我关闭进攻口，启动应急气象装置。云南，我去看看，排除系统错报。啊，是。老七啊，我当时正在总部室，外面排风口的监控设备被黑客攻击了。啊！你们在大厅里看到的画面全是延迟的。还有。地震监测仪没有监测到任何的冲击波，可以排除是毒气弹爆炸，黑客入侵了。对。这国1枚鹰隼导弹已经升空，情况完毕。是，实时数据追踪。啊，不可能这么快呀，它又不是光速。启动防身化措施，攻击地点算出来没有？这帝国的鹰隼显然要对这枚导弹拦截。从2枚弹的行驶轨迹上看，拦截点应该在太平洋以东的海面上。计算结果出来了，导弹拦截点应该在35B 到18F 之间，正负差不超过10米。
没有引爆。啊？报告，讲。我认为弹头不会被引爆。鹰隼导弹作为拦截弹，自然不用说，战斗部肯定是空的。敌军导弹虽然装有生化战机，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坠落地点，这显然是经过 G 国精心计算过的。拦截点位于东太平洋中部，这一地区气温很低，北极圈磁场相对内陆更为激烈，容易引起磁感线紊乱。如果鹰隼导弹的战斗部装有强消磁干扰器，那敌军导弹就会做出误判。拦截点与海平面相近，弹体迅速入水，也能避免战斗部被引爆。报告，导调组发来演习3号令，让继续备战。G 国拦截导弹很精彩，但是很遗憾，没轮到我们中国军队出手。什么表情？你不打算说点什么吗？说什么？为什么要偷我的方案？全世界就只允许你1加1等于2吗？王军，也太过分了啊！我给你留足了面子，这件事情，你道个歉就算了。大叔，只允许你能想到，别人就想不到吗？你应该很清楚，我的方案里有导弹拦截，对吗？咱这么说吧，这个方案我不在乎。你可以拿去，你可以拿着去抛头露面，啊！大叔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？我最讨厌这种不可一世的样子。我承认你很聪明，但别人都不傻，我们都一样，谁都不比谁差，知道吗？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去战备资料库看看文档的保存时间，就知道一切了。王永军，我夏卓是对谁都好，我谁都可以接受，但别把我惹急了。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去战备资料库看看文档的保存时间，就知道一切了。
重点排查4地5F 区，限制人员侵入。排长，这么巧啊！刚才我们见过。你这个新兵，油嘴滑舌。这里是禁区，你在这儿干嘛？我要是说，我立志自学成才，你信吗？什么？带走！是。李子茂，把那边弄好了。班长，哎，回来了。啊，哎，夏卓呢？我不知道。什么情况？枪毙了？真不知道。彭阳俊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俩一块儿出去的，你不知道？班长，我真不知道。不多挺烦的。嘿。吕连长，营长，吕副营长，吕副营长，把夏卓交给我吧。我看过他的资料，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他一定知道新兵是不能无缘无故去限制区域的。找旅长去啊。旅长不在。旅长肯定是不在。万事总有因果。对，万事总有因果，违纪是因，关禁闭就是果。在我看来，只是因还没找到。哎呦。这事儿好像跟军医没什么关系吧？啊，我不是普通的军医，我是心理医生。我觉得这事儿我就得管。好，心理医生啊，我给你分析一下，现在的情况是，你认为这个因没找着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人找不着了，全旅上下现在处于战备状态，敌情不明，什么事给分个轻重吧？我们已经够忙的了。我问你，人命都没了。要心理有什么用？就算战争开始了，难道人的心理疾病就不该得到及时的救治吗？我没说不需要，啊，但是我觉得，我军的基础建设已经非常完善了。我认为，我军的基层主官有能力解决战士的心理问题。你的出现，那是锦上添花，啊。你的意思是，心理医生不重要？重要，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好吧？啊，行了，哎，到饭点了，抓紧时间吃饭，好吧？啊，吕副。哎，这边。胡将军，虽说你跟夏卓一块儿去的，你回来了，夏卓去了行政看管室。一个方案一盘的争执，他的比我超前，
我的比他务实。虽然内容是一样的，但是我先教的，他教我抄他的，就这么简单。超级大脑复刻版。是不是要打仗了？你先别说话，我问他呢，对吗？超级大脑复刻版。跟这没关系。那我再问你，你说夏卓为什么要去战备资料库啊？去求证呗。求证什么呢？去求证我是不是抄他的。联盟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如果我说多了，你们就会觉得这事儿跟我有关系，所以我不知道是最好的解释，懂吗？我还是想问一嘴啊，咱们是不是要打仗啊？啊！你先别说话了啊！哎，你一边去。战备警报解除了吗？聊什么呢？班长，是不是要打仗了？别说话了，吃饭。我去看一眼夏卓，吃完饭你们各自带回。是。韩班长。你真的没抄夏卓的？行吧，虽然夏卓现在已经去了行政看管室，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啊，奇了怪了，每次都是你俩，多少回了，还真说不出来谁对谁错。很简单，谁不在这谁错呗。哎，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元妈，你要是处处帮着夏卓说话就没意思了。3个对1个是吧？在学校再这样，在部队还这样。欧阳军，我跟你说这么多，不是在给你摆事实讲道理吗？你自我检讨一下。妈，咱们是不是要打仗了？哎，吃饭啊。看明白了吗？这人刚到，演习特抗就开始了。这下可好，旅里头还真的以为我们失踪了。假一真来真一假啊！这人刚到，演习特抗就开始了。这下好，旅里还真的以为我们失踪了。假一真来真一假嘛，你们俩委屈了。我们就是利用了一个时间差，把大伙都骗了。秘密基地用生化讹诈，全球搞劫持，这也是千真万确的。我们中国也在密切注视着这一场生化讹诈。总部就是利用这个实战的背景，把一直不能参战的火箭军拉进了这场真实的谎言之中。你们再看看这个，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，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就是利用事件信息不对等的时间差，看看我们的火箭军能否打赢一场不是我们刻意出题的模拟演习。你们千里大移防，舟车劳顿，立即进入了准备，投入了战斗，这就是最好的检验。的确，我们也想看一看你们270旅在真实的战争环境下，你们是如何应对的，所以我们还派出了黄文。黄文，我们要看一看，一直号称王中王的270旅，在失去了旅长、没有了政委的情况下，各级指挥员是如何发挥应有的才能。这种事情在实战当中不是不可能发生的。第二，黄文是心理学，尤其是战争心理学的专家，他进入待机库是为了观察发射营的每一个人
在极端环境下的心理应激反应，这样给你们移防后续的心理建设和心理辅导，采集更多的实战数据。我明白了，讹诈危机其实早就已经解除了，只是洞库里的人还不知道。我们还给了杨参谋一个更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用己之矛，破己之盾。在被隔绝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配合总部导调中心的人，一直在给270旅出各种难题。谁最了解你们的弱点？你们自己最清楚。谁最了解待机库的情况？还是你们自己最清楚。假如敌人和我们一样，对情况了如指掌，想要进攻待机库，该如何出手？我们利用了一切手段，攻击待机库，切断通讯，和总部失联，电脑入侵和毒气袭击，瞒天过海。过去我们演习在大喇叭里总是在喊请注意，这不是演习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来一次让大伙都认为是实战的演习呢？那么怎么才能让大伙相信呢？我觉着这一次真是难得的机会。好，太好了。人在真实的环境和模拟环境下的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，这对战术的实施和能力的发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都听明白了吧？请首长放心，不管情况是真是假，对我们270旅来说都必须要拿下。我还是那句话，100分的主观带不出60分的兵。可是我们在释放给270旅所有的资料和视频当中是有破绽的，这也是战情分析考核的一部分。按照我们以前的时间限制，你们还有1个小时。如果你的手下没有发现破绽，那可能连60分都达不到。最起码，这是对战时情报分析的失误嘛，没有识破这个陷阱。阿雷啊，你要相信主观，但是不要永远依赖主观。有人吗？开门！别喊了，安妮。我找班长，我有重大发现。退后，往后退。开门！喊什么喊啊？啊？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？班长，我有重大发现。吃饭。班长，我不吃饭，我有重大发现，这是演习，是演习。什么演习呀？你拿我当傻子是不是？不是，班长，你听我说，旅长跟政委都没有走丢，这就是一场演习，真的是一场演习。好，演习，你就好好演习，在这屋怎么待着？演习，班长，我用性命来担保，我真的没有撒谎，你就给我5分钟，让我去证明自己。如果我错了，你们可以处分我。我们通过外军成功拦截导弹的结果看出，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。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，我们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在14点15分，他们和中国的时间差是-5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在他们动手的时候是当地时间的早上9点15分，着落点东太平洋跟我们的时间差是正3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当2枚导弹到达东太平洋的时候，应该是当地时间的17点15分。而那个时候，天应该是黑的，对吧？营长。所以
是营长。我们来看看这张发射时地球的磁场图。我们都知道，正午时分是太阳直射地区磁场最强的时间。通过这几张不同时间地球的磁场图的对比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外军在发射导弹时，处于所在区域磁场最强的时间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是在中午发射的导弹，而不是在早上。他们中午打出拦截弹，我们得到的消息计算出的结果，却是在早上9点。这是个 bug， 要么就是导弹穿越了时间提前发射了，要么就是导弹就是在中午发射，只不过是昨天中午。我们只关注到导弹发生的事实，却忽略了时间的错位。昨天中午政委和旅长都还在啊。对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真的动手了，仗早就打完了。我们应该是被总部利用了信息不对等的时间差，完成了一次演习。所有的原始数据都是真实的，只是跟我们的进度不匹配。这就是我的结论。营长，别再犹豫了，犹豫比停滞更可怕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找到旅长和政委。我可以去。我告诉你，夏卓，个人表现欲不要太强，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的问题，别再扰乱军心了。班长，班长，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你们赶紧派人去找旅长和政委，说不定这是一场比赛，去晚了就真的输掉这场比赛，成为失败者。各位接生官，王班长，到。通风设备都关闭了吗？是的，现在用的是应急制氧设备。哦，那待机库看管室上方的通风口通向哪儿啊？通风口编号335，连接4个口，最远的总阀门在北侧，阀门已经关闭了。好嘞，谢谢。把 F 通口的监控给我调出来。是啊。小竹，我帮帮啊！你再忍受，我知道你憋屈。这个欧阳俊啊，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烦了。刚刚我吃饭的时候，我还在劝他呢。你看看他那什么态度，
啊，一本正经的跟着我那胡说八道了。哎呀，就他那两把刷子，能想出来那么牛掰的方案？不可能！我呸！哎呀，我是失望至极呀！啊，我他妈这一路的火没地儿发了。你说像我这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生，上大学的时候不受重视也就算了，本以为到了部队是吧，总该拼个综合实力了吧？啊，怎么样？到了还是一样，还是那种偷奸耍滑的人吃香。哎呀，我这么优秀的人，不照样上厕所吗？哦，还有那个吕征，哎呀，那家伙，那大嗓门，那大眼珠子啊，那整个就是一个东北大叫驴啊，是吧？这种人就应该给他一撸到底。吕副营长，吕副什么呀？营长啊！老吕，出事了，易子梦失踪了。都回来了啊！4个通风管道全都关闭了，现在通向外面的只有待机库的隧道。不过这监控上都能看见啊。我想啊，这个小夏迷路了。没事，本来我想呢，堵着笼子抓鸡呢，后来我一想呢，爱下来不下来，怎么着，还能永远不下来，一直在上面待着，这饿了自然就下来了，还能饿死在里面啊？易子梦呢？也在上面吗？不，那也没别的地方能去了呀。不是，这90后兵也真是的啊，动不动就玩消失。你说，没事，路我熟，我再去找找。不用去，谁也不用去。现在1级战备玩失踪的，有本事从这个大山里面遁地出去啊！对，对什么对啊？你带的好兵，等回来以后好好处理。我说我怎么老觉得有人在背后跟着我？原来是你啊！易子梦，你疯了呀？你当逃兵啊？哎呀，你怎么突然出现了？吓死我了！什么我逃兵啊？我是看着你出来，我才跟着出来的，还看见我了，我就不信了。你要看着我在后边，你能让我爬出来？说，你为什么逃出来？你呢？我要执行一项秘密的任务。啥秘密任务啊？我要找到旅长和政委。哎呀，旅长和政委都丢了，你不知道这事儿啊？假的，你相信我。
啊，你别转移话题啊！你说你为什么跑出来？我出来躲躲。躲躲？哎呀，要打仗了，我不出来躲躲，万一炸死在里边怎么办？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你这样是逃兵。哎，你才是逃兵呢！你别瞎说啊！我就出来躲躲的。你不觉得现在特别危险吗？危险啊！哎，你想啊，那个旅长和政委都丢了，我一想这事儿我就觉得害怕，再加上毒气啊，那个面罩，话都说不出来，还通讯还中断了。你说，万一我炸死在里面，我怎么办啊？我跟你说了，这是假的，这都是一场演习。哎呀，夏卓，宁可信其有，不能信其无。哎呀，算了，跟你说不清楚。反正我为证明，我是对的。那还待着干嘛呀？赶快去找吕布，找到吕布，一切就明白了。上哪儿找啊？上哪儿找？你问我呀？我跟你跑出来的，你问我往哪儿走，我怎么知道往哪儿走啊？我要知道往哪儿走。你别这么说，你别回去说你是跟着我跑出来的。你要这么说，你自己回去。夏卓，我自己出来的啊，我就是出来躲躲。那个，佳佳，你都这时候，你别让我回去了，你怎么办？走吧。哎，哎。哭什么？我没打你。我是真不知道啊，我这几天一直负责的是后勤的工作，那我也没跟他们哥几个联系啊。是仓库吧？吕副营长记性还不错啊。哟，还生气呢？啊，不就是以前怼过你一次吗？不至于吧？我也没往心里去啊。哦，没往心里去，那挺好。行吧，人在哪呢？交出来吧。您看看，我这一共就这么大，我能把人藏哪去啊？要不您找找。看。这话说的，你不是曾经这个偏袒过夏卓吗？什么叫我偏袒夏卓？再说了，就算我想把人藏起来，第一，您对这儿比我熟，就连您都找不着，更别说是我了。第二，我这个人吧，对事不对人。虽然我觉得你们在关夏卓禁闭的问题上有所不当，但是我作为一名现役军人，我又怎么可能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关你一个大活人啊？第三，就我这活动区域受的限制，我能去哪儿？行，坐啊，坐。哎呀，黄大军医啊，
啊，我呢特别真诚的咨询一下你，你说就像夏卓这样的兵啊，他出逃的这个心理动机能够指引他就是逃到哪儿去呢？我这里是心理咨询，不是算卦的。告辞。大哥，哎，下卓，我不行了，我走不动了。别不行了，再坚持一下，走。哎，别拉我，别拉我。哎，下卓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万一你找不着吕布，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肯定能找到他们。走。哎，走不动了。哎，我先去看看。凤，凤啊！我找到路了！啊，凤，快起来！我找到路了！别，下卓，让我躺会儿，别拉我。你跟我说心里话，你想好了吗？什么？我想好了吗？当兵。老吕，或许啊，咱们冤枉夏卓。什么呀？就突然间来这么一句，啊，这小子到现在还没找着呢，我这气还不打一处来呢。注意情绪。哼，冤枉什么？你是说他擅闯资料室的事儿啊，还是说演习的事儿啊？都有。行，好，那我跟你单独说一说啊，擅闯资料室这事儿没冤枉他吧？啊？你说演习这事儿吧，哎呀，我也想了挺久，可能他说的还真是对的。那你怎么不说？我说什么呀？我说什么那都是武断啊！他在那个位置上，他想怎么说怎么说。站在你我的位置上，能乱说吗？说出来话要负责任的。哎呀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一个崇尚土炮的人拒绝武断。老吕，你这话太搞笑。哎，夏卓这个兵啊，有意思。你说他随和吧，他有时候真犯格；可你说他是个刺儿头吧，他人缘还不错。咱也算带了不少兵了，按黄医生的话说，他有点人格分裂。哎，是不是智商高的人都这样？什么叫智商高啊？啊，怎么你就能谈到人格分裂上了呢？哎，老邵啊，我不管他话说的多么有道理，首先他违规违纪这事情就应该严惩不贷，没毛病吧？其次，他现在是一个兵，他就应该干好自己该干的事儿。我不管他之前是什么身份啊，什么世界冠军啊，超级大脑，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我的兵，在我们手底下就应该服从命令。咱俩当兵那会儿，哪有什么心理辅导啊，还心理暗示啊？我就一个原则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土炮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就加一顿电炮。打住吧啊！又是那套歪理邪说，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打兵？你看你这话说的啊，我那叫歪理邪说吗？我那叫暴力美学。你夸你自己呢？行，那你说，我天天说打兵，我动过手吗？让我真打，我能舍得吗？说的对。走吧，别坐着了，营长都冒烟了，让我找你呢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也没早问。等会儿，好。你想想，我们还要在这里当2年兵，就这2年里，训练、带机库战备，各种任务。我想一想，这日子还挺煎熬的，害怕。大柱啊，
看看，我怎么就跑到这鬼地方来了？我说你最近怎么魂不守舍的？原来根源在这儿。哦，你今天问我的这个问题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。总有人说，当兵后悔2年，不当兵后悔一辈子。我现在是真的没有资格去评价这句话。可是我想的比较简单，既然我来了，我就想把它干好，最起码对自己有一个交代，是吧？呀，别惆怅了，起来走。哎，我，哎，你等等我。哎，这边，哎，下车，下车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想走了，我后悔跑出来了。行，那你不去，我去。不过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啊，你待在这儿别动，你一会儿就坐在那个石头上，等我找到旅长他们，我就马上来找你，就给我2个小时。天快黑了，行吗？行，没事，你相信我，啊。夏主，夏主，你别忘了回来接我。去报告一下。说。这还有这个问题要解决一下啊！别满事。这个报告。哦，怎么样？查过了，所有的系统线路一切都没有问题，现在应该是与上级的通讯系统中断了。通讯中断了，那电话应该接得通啊。电话系统也没有问题，现在除了不明毒气的根源没有找到，其他的系统全部运转正常。老季啊，按照规定，当阵地与上级失联时，应该立即启用备用通讯系统。如果备用系统仍然无效，则应该守住阵地，确保目标不暴露，等待上级的救援以及人工送达信息。我想啊，这上级也应该正在想办法联系我们，所以我们必须得沉住气等一等。万一遇到了战时情况，暴露了目标，那可就因小失大啊！咱们现在可是睁眼瞎呀！没人给带路，千万不能乱走，摔不起。没错。老王，到。你记得带人检查风水电设备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是。越是安静的时候，就越危险，大家都盯紧了，确保随时发射。是。站住！口令！口令！东风快递！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爱北京天安门。我。
叫什么名字？来这儿干嘛了？班长，我叫新兵，不，我叫夏卓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口令，刚才你们突然出现，我真的是懵了。你哪个部队的？你们连长叫什么？班长，我有证件。哎，我证件没带，我是偷偷跑出来的。我问你，连长叫什么？连长叫吕真，指导员叫少帅。真是当兵了？真的。哎，班长，你怎么看着有点眼生啊？你是谁啊？你从哪儿来？这是要从哪儿去啊？这么深奥的问题，直击灵魂啊！不是，我真的是懵了，班长，我真的是懵了。这儿没有叫吕征的，也没有叫少帅的。不是，班长，我真的是来承认错误的。麻烦你跟齐营长说一声，我愿意承担任何的惩罚，真的。这儿没有齐营长。不是吧，班长？咱们俩是不是？你哪个旅的？270啊。哦，270旅的。哪里跑334旅来干嘛？334。小伙子，别说我没给你说实话的机会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的军装哪弄的？发的呀，首长，我是270旅的新兵，我的名字叫新兵进洞库，到底是你不懂啊，还是我不懂，还是你装作不懂？反正我现在是真的搞不懂了。我们一下车就被带进了待机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这儿了。我走到这儿了过后呢？够了，说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首长，我是270旅的新兵，我的名字叫夏卓。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？好，给你机会，你不说，行。哎，首长，坐下。坐。首长，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说。我还有一个战友在石头上呢，现在外面这么冷，他就在我被抓的身后6、7公里的位置吧。你赶紧派人去找一找他，不然他会很危险的。或者通知我们270也行。哦，不行，我们旅都进了待机库备战了，而且通讯设备也全都中断了，你联系不上他们。哎，首长，你们该不是怀疑我是什么间谍或者敌对分子啊？你刚才说通讯中断，你还知道什么？首长，你们是不是也在执行针对生化劫持的演习啊？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呢，是夏卓让你们救的吗？喂，啊，我爱北京天安门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
这人呢，肯定是在334呢。问题是，要不要？怎么要？这什么时候了？你说这话，你自己带的兵跑了，问我们要不要？2个大活人，从风筒都钻了出去，一个让活捉，一个让送回来，这不就是脱裤子推磨，转着圈丢人吗？好了，人丢了，大家都有责任，对吧？不管怎么说，夏卓在334安全还是有保障的。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弄清大局面的状况，对吧？我说2句啊，我的想法，这个通讯中断至今没有修复，咱们拿不到下一步的行动指示。就算这个吕布出现任何差池，这上级领导也不可能让这个联系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空窗期，所以，我觉得是有可能性的。这应该是个演习，否则旅长和政委不可能凭空消失，这可不是小事。是啊，正是因为是大事，所以上面不可能无动于衷嘛。这样，吕征少帅，到，通知一下5年以上的老兵党员，会议室开会。是。别低着头呀，跟我说说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都说了，我抑郁症了。你是不是抑郁症？我能不知道吗？我是不是抑郁症？我自己能不知道吗？知道逃兵要被如何处置吗？来，条令条例上写得很清楚了，你看看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那你就告诉我，为什么你明明不想当兵，还非要来呢？算了，不说了，说了也丢人。行吧，那我就把鉴定报告交上去了，该退兵退兵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你是自愿报名选拔入伍的。以你这样的情况，你的个人档案、个人征信，包括你的户口本上都会被签注4个字：拒服兵役。易子梦，这身军装可不是随便就能穿在身上的，你一定要小